女孩抱着大灰狼狂撸猛吸，却不知对方其实是个成年男性。星际帝国最狂暴的战神就这样被女孩像狗狗一样玩弄着，即使他脸红的要疯了，也只能无助的用尾巴挡住特殊部位。只因这是个以雌为尊的星际兽星，这里的雌性非常稀少，比例更是达到惊人的8000。而雄性一旦有了雌性妻主，必须把妻主的话语视为除政府、国家以外的最高命令，即使妻主脾气暴躁，也必须认打认骂。兽人雄性们都非常渴望雌性，并且会积极的学习如何追求和伺候雌性。雌性在他们眼中就是能救赎他们的神明，但即使再努力，大多数普通雄性还是毕生都没机会接触到雌性。没有雌性妻主的成年雄性，一旦发情值突破90%，极有可能被兽欲控制，直接变成兽性，在狂暴中早早死去。主人 T518 检测到您当前处于发情期，是否帮助您进入绝对禁锢模式？随后 T518 得到准许的命令，一瞬间，屋内无数块军方制造的折叠钢板将墙面层层封死。明仓神态颓靡，没有雌性妻主的成年雄性，一旦发情值突破90%，极有可能被兽欲控制，直接变成兽性。到那时，他的性情会变得狂暴危险。而作为 SSS 级雄性，兽性状态的他狂暴起来，对帝都将是灾难性的打击。这时房间里传来砰砰砰的动静，他把身体后仰，眯眼循着角度看到书房内声音的来源，那是一个1米多的黑金箱子。这东西是几天前军团扫描一颗垃圾星时捡到的，一直打不开，担心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暂时存放在他这里。箱子还在被撞击着，突然一下盖子爆开，一只纤细白皙的手伸出来，让原本警惕中的明仓一怔。看着箱子里坐起的羸弱少女，他愕然睁大眼睛，一时间忘了呼吸。雌性，好美的雌性少女踉跄地撑着身体站起来，在明仓视线中露出全貌。这样精致绝美的少女，即使是在皇家贵族养着的顶级雌性，也无法比拟。她跨出箱子，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周围，最后目光落在她身上，声音糯糯道：“你好，我叫苏奈，请问这里是哪里？你是被囚禁起来了吗？”这道声音太娇软了，明仓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浑身肌肉都在这一刹那绷了起来。突然手腕上的心脑系统不断发出警报，他的发情值瞬间飙到了87%，喘息声越发粗重，不得不极力克制到眼眶通红，来压制自己的兽性。您怎么会在？快躲起来！雌性十分柔弱，体力通常不到普通雄性体力的5%，需要精心呵护才能存活。他很清楚右手的手铐并不能困住他，而房间绝对禁锢模式下，他根本没办法离开这间屋子，他随时有可能伤害到这名尊贵的雌性。苏奈好奇地耸动了一下鼻子，作为一个顶级雌性，他好像嗅到了一种类似于性激素的味道。苏奈走近他，然后从地上捡起一支针管，嗅了嗅上面残留的药剂味道，跟他那个世界的抑制剂不大一样了。药味闻起来好像浓很多，剂量不太像是给正常人用的，倒像是某些攻击性极强的大型野兽的剂量。就在他思考的同时，明仓头上一对银灰色的狼耳不听话地蹦了出来，身后一条粗大的毛茸茸尾巴也在沙发上延伸开。与他主人躲避的状态不同，他正在跃跃欲试地向面前的雌性展示他的欢喜。看来他确实穿越到了兽性世界。研究院发明的穿越机有点意思吗？此刻苏奈新奇地上手摸了摸他的耳朵。你好可爱呀，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所有的兽人都不喜欢任何代表兽形的东西，尤其雌性，可他竟然不嫌弃地摸他的狼耳，还说可爱。明仓努力想从他脸上看出捉弄和嘲讽之意，可是某种占有欲疯狂地叫嚣着，使他根本不能集中注意力去管其他事情，身体本能地想要靠近他。您离我远一些，我会伤害到您。苏奈凑近他的脖子，根据他来之前得到的资料，这里是异性恋的世界，大概率不会有同性伴侣，而他在这个男人身上没有闻到任何雌性的味道，所以说这个好看的兽人男性应该是单身，而且私生活非常干净。他在一个世界执行任务时，也见过多次队友在没有意志力时发情，这种时候另一个队友就会帮忙解决掉。发情是非常危险的事，性激素会引来敌人。他虽然没有试过帮这种忙，但不介意发善心，尝试帮他一把，再顺便研究一下他的身体构造，看看和他的寿命是否有关联。看着因为他的靠近而浑身僵硬的明仓，苏奈满意的弯起一道人畜无害的笑容，把手轻轻放在他身上，暖声道：“亲爱的兽人先生，需要我帮你吗？”明仓反应过来，他的手放在哪里，震撼地看向他。他闷哼一声，不敢相信面前这个年轻的雌性用这么乖的表情干这么野性的事。他引以为傲的克制在他手上寸寸归裂。正常情况下，雌性是非常恐惧且厌恶发情中的雄性的，可这位尊贵的陌生雌性不仅不怕他，还跟他亲密接触。很快理智被淹没，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只能维持这样半人半兽的状态，任他把控。这种不能自持的感觉几乎让他快疯了。苏奈身上的气息似乎有安抚雄性的效果，他就这么奇迹般的在他手上清醒了神智。这一刻，他恨不得给自己一枪子儿。这时，苏奈无辜的脸庞凑近他：“兽人先生，我饿了，你这里有吃的吗？”明仓还未正常的心跳，在跟他对视的一眼里，再次狠狠撞了一击。他起身从抽屉里拿出钥匙，解开手铐。就在苏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时，他从厨房折返回来，递给他一些东西。苏奈接过来打量了一下，是几只陌生包装的营养液，打开试探性的舔了一点。为了更方便他来这个世界开展工作，穿越前科技院给他的舌尖和手腕分别装上了微型成分检测器系统和空间系统。突然脑中就传来一道只有他能听到的清冷系统男声：“检测完毕，当前液体成分营养偏高，符合人体所需。无毒性，取消毒性过滤功能，可以食用，无长寿功能。”然后他喝下去，饱腹感很足，像一种果味饮料，鲜涩后干。但是对于吃惯了食物的他来说，只喝液体还是欠缺了点什么。肚子饱感后，苏奈疲惫地揉了揉眼睛，也许是不适应这个世界的水土，又也许是在穿越机里待了太久，他的身体处在一种非常虚弱的状态。经过刚刚的折腾之后，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了。初步判断面前这个兽人先生对他并没有恶意，于是他软绵绵地趴在沙发上，2秒后入睡，呼吸声也逐渐变得平稳。明仓复杂地看着他，他似乎有些特殊。明仓从来不是一个纠结的人，他觉得他对他做了那
那样的事，应该也是喜欢他的。找到时机，他会问问他愿不愿意做他的妻主。雄性天生应该照顾雌性，他只是有点想不通，这样精致的雌性怎么有人忍心把它装进箱子里丢去垃圾星？他到底经历了怎样残忍的过去？他小心翼翼地把苏奈抱起来，察觉到手上的重量异乎常人的轻，不由得动作更加轻缓，然后让 T518 调整舒适模式。苏奈这一觉睡得还算安稳，他掀开被子下床，发现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人。餐桌上放着一堆各种口味的营养液，还有几件叠好的新款裙子，还有一张纸条：您好，我是明仓，昨天您见过我，我出去处理一些事情，有事可以呼唤 T518 房间机器人。您的手腕上有我的心脑附件，有任何需要的都可以在上面买，您尽量不要出去。好像上面的字和他的世界字体相差并不大，让他不至于做文盲。苏奈视线停留在那句您昨天见过我的字眼上，似笑非笑。至于心脑附件，苏奈抬手果然看见右手手腕上有一块类似手表的东西，捣鼓一阵发现这个叫心脑的东西用途几乎跟手机差不多，里面有明仓的联系方式，能上网，能购物。他点开心脑银行里面的一大串数字，让他数了2遍，这么有钱不会他的全部资产都在这了吧？不过目前对购物不感兴趣。苏奈上网查找了一下这个世界的相关资料，就毫不犹豫地开门出去了。至于明仓说的不要出去，则他在这里本就是为了探查这个世界而来，不出门怎么探查？关闭上网界面，苏奈视线扫到心脑里一个定位界面，界面上明显有他的准确所在位置，还连接着另一台设备。他嗤了一声，通知体内的系统中枢：小兰，帮我把这个心脑的定位系统屏蔽掉。收到，正在搜寻可能携。几分钟后，一个用帽子盖住大半张脸的小孩走在街上。考虑到兽人嗅觉灵敏，他特意掩盖了自己的气息。带定位的系统干扰成功，定位已屏蔽。好在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非常好，刚才通过心脑基本捋清了这个世界。原来这里的女性也就是雌性非常稀少，男女比例已经到了9比1的程度，街上几乎看不见雌性。但其实雌性的地位异常高，一旦有雌性出现，身边必定跟随好几名雄性保护。在这里，不论以任何理由伤害雌性都是犯法的，会承受非常严重的法律责任。雌性享有大部分的法律话语，必须把妻主的话语视为除政府国家以外的最高命令。即使妻主脾气暴躁，也必须认打认骂。因为男女比例失调，兽人雄性们都非常渴望雌性，并且会积极的学习如何追求和伺候雌性。雌性在他们眼中就是能救赎他们的神明，但即使再努力，大多数普通雄性还是毕生都没机会接触到雌性。雄性很大几率会在发情期死去。关于发情期，苏奈也研究了一下，雌性15岁成年，成年后就会不定期发情，而雄性在17岁成年当日会发一次情，之后每3个月发一次。如有雌性诱导或外界诱因，则发情状态会更加频繁。发情期的雄性会非常痛苦，而且状态很不稳定，所以市面上推出了很多抑制剂，多数雄性就靠抑制剂活着，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抑制剂的药效是有限的，长期使用就会产生抗药性，以至于出现昨天明仓那种突然爆发、不可收拾的情况。苏奈所在的地方是中央新帝都，这里是整个星际最繁华的地方，但越是繁华的地方，就越是有治安无法管制的灰色场所。比如一个叫森迪地下交易城的地方，苏奈进去没走2步，身后一道黑影猛地从他旁边窜出去，而且身上有非常重的血腥气。随后几个紧追其后的拿着枪的壮汉，气势汹汹的一把推开苏奈，嘴里还骂骂咧咧：“滚开，小杂兽！”别挡路！兽人雄性敬重强者，而对苏奈这种矮个子的雄性，他们天生鄙夷。苏奈揉了揉被那些人撞疼的胳膊，帽檐下的双眼眯了眯。巷子外，一个矮个子雄性突然挡在无人的巷道，刻意压低的声音从帽子底下冷漠地传出来：“你们刚刚撞疼我了，道歉。”几个刚行过凶的兽人壮汉互相看了一眼，纷纷十分不屑地嗤笑起来。其中一人走上去，试图把苏奈拎起来。哪来的瓷枪？毛都没长齐就敢挑衅？老子家里的雄父没教过你别送死吗？苏奈突然抓住比他壮硕3、4倍的手臂，在众人都看着那只手愣神之时，莫大的力量突然从这只纤细的手中迸发出来。只听咔嚓一声，骨头崩碎。2秒后传来他撕心裂肺的痛叫，随即那只瓷白的手揪住他的衣领，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狠狠把他砸在地上。苏奈逆视这群还没反应过来的大个子壮汉，淡淡道：“都让你们道歉了，非要找死！”巷道里的枪声混乱的响起，又飞快的停下去。到死他们也想不通，这个矮小只的瘦弱雄性哪来这么强的战斗力？随后他朝着奄奄一息的黑豹走去，蹲下来，歪着头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这就是完全展现的兽形吗？看起来比一般豹子大好多呀。夏安兽瞳一缩，他不明白一个尊贵的雌性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种地方。他没有随身保护的雄性吗？就在这时，雌性摸了摸他的毛发，露出一道友好的微笑：“你运气很好，我是个爱护动物的好人。”说着，苏奈手腕一翻，系统空间里的特效保密妙出现在手心。给黑豹喂完之后，他无奈地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去的路。苏奈作为顶级 Alpha 受过专业训练，无数技能傍身，战斗力强悍，但他偏偏是个路痴。即便科技院在他空间里装备药物和精良的武器，唯独没办法给他这个世界的导航地图。纠结之后，他只好吩咐系统小兰把定位干扰取消。干扰信号已取消，检测到您所处位置较为危险，请保持警惕。苏奈叹了口气，坐在黑豹边上，可怜弱小弟等人来接。帝都军办厅最高层办公室，一位副将拿着资料，严谨地汇报到军帅：“根据您提供的照片，星际系统匹配了所有登记在册的雌性，都没有结果。她是一名没有星际身份的雌性，我们调查不到她的来历和等级。”而资料上的照片正是苏奈。对于这个结果，明仓并不意外，只是语气有些沉重道：“去查一下那些私自买卖、豢养雌性的势力。”想到苏奈可能是被灰色势力豢养的雌性，他神色更加冷硬了些。
生平头一次，他对雌性产生了强烈的心疼和保护欲。就在这时，光脑滴了一声，上面连接着他的光脑附件的定位。附件显示，苏奈离开了他的住宅，出现在了森迪地下交易城。明仓霍地站起来，那是帝都最大、最肮脏、最残暴的地段。他怎么会在那里？为什么光脑现在才提醒他？他被绑架了吗？苏奈那样漂亮单纯的雌性出现在那里，他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让所有人集合，去森迪地下交易城。短短10几分钟内，帝都军队将森迪交易城层层围住。混迹里面的哪个不是狠人？也没人见过这场面。这地方一直不受管辖，突然被几万支枪支铁炮围起来，谁不害怕？懵逼！接着，明仓快步按照定位走进交易场，距离光标只差一个转角的时候，他看到几个拿枪的彪形大汉倒在那里，脖子被扭断，死透了。他脚步放慢，涌出一种不能压制的担心苏奈会像这些人一样的下场。但看到苏奈的第一眼，他几乎心脏都忘了跳。瘦小的就这么坐在血泊里，旁边还躺着一头兽化的豹子，一定是这头豹子伤害了他。被这一幕激怒的明仓当即就要击毙这头豹子。原来在星际世界，雌性永远是孱弱无辜的形象，没有人会相信柔弱的雌性有战斗的能力，也没有人会认为雌性有坏心思。他们该被保护起来，而不是像这样坐在血泊里伤害雌性，罪大恶极。更何况那是他唯一心动的雌性。就在这时，苏奈似乎发现了他，看清他的枪后，惊慌失措地挡住豹子，不要伤害他，他很可怜的。明仓一顿收了枪，迅速将他检查了一遍，还是不放心，沉声问：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有没有受伤？苏奈摇摇头，小心翼翼地软声道：我在房子里太无聊了。明仓松了口气，在外面那几个彪形大汉是这头豹子下的手，而苏奈不知怎么误入了这里。他脱下外套，上前将他裹住，打横抱起。对不起，是我没有考虑周到，我先带你回去。他太可怜了，你能救救他吗？好，我会让人送他去医院。巷子外嘈杂起来，明仓将苏奈的帽子往下压了压，盖住他那惊为天人的容貌，以免他暴露在危险中，对撤退。然而交易城里的人却并没有让路，一个形象斯文俊逸的男人挡在他面前。李森这个交易城的王，他漫不经心看了眼明仓。军帅大人一声不吭，围了我的地盘，又这么轻易撤走，不太道义吧？不让我跟你怀里那位尊贵的雌性打个招呼吗？而且李森跟明仓一样，是 SSS 级雄性，怀中抱着苏奈。明仓并不想多起是非，事出有因。我回去后会让人送上一份诚挚的歉礼，当我欠你的人情。好说，能得军帅的人情，是我占便宜了。慢走。明仓皱紧眉，经验告诉他，李森绝没有那么容易松口。可此时此刻，他必须先把苏奈带离这个是非之地。果然，就在明仓路过他的一刻，李森突然出手，将明仓怀里人的帽子掀落，一张白得发光的纯净脸庞暴露出来，周围霎时响起无数抽泣声。雌性，她好美，她是几级雌性？是皇宫里的哪位公主殿下吗？难怪军帅大人阵仗这么大，这样的雌性流落在这里，是我也急啊！猝不及防，和苏奈对视上的李森呼吸乱了一刹，他失神的看着那双灵动的黑眸，片刻后迅速回神，微微欠身。恕我冒昧了，尊贵的雌性名叫什么名字？怀里的人刚要开口，苏奈下一秒就被一只大手挡住脸庞。李森，你过火了！李森斜他一眼，懒洋洋地举起双手投降，看着被明仓抱着离开的人，他道：苏奈啊，很快会再见的，我的猎物小雌性。整个星际的好东西，他都想沾一沾手，更何况这样极品的雌性，明仓一个人可守不住。李森却没发现苏奈也趁明仓抱走他的间隙，回过头来打量了他一眼。明仓的住宅处，帝国特级医生莱特给苏奈检查完身体之后，浑浊老迈的双眼露出笑意。军帅放心，这位雌性不仅没有受伤，相反，她的身体比很多雌性都更健康。现在我需要给她检测等级。明仓面色松了松，对乖巧坐在沙发上的苏奈温柔道：别紧张，莱特医生给帝都很多雌性都检测过等级，有了等级证明之后，就能办理雌性的星际身份了。星际身份大概就是身份证一样的东西，明仓的身份似乎不一般，能为他省去不少麻烦。如果有星际身份，他就算彻底打入这个世界内部。这上面的图案，您尽力把它们按照您觉得合适的位置摆放就行。雌性的等级最低是 F 级，最高是 SS 级。测试主要判断的是雌性的精神力和智商。苏奈看着屏幕上的4宫格拼图，眼角微不可察地抽了抽。这么简单，幼儿园小朋友都不屑玩这种幼稚的东西。随着他解开全部等级通过，他陷入沉默，百思不得其解，到底难在哪儿？而莱特的表情逐渐从鼓励到迟疑，到错愕，到震惊，看他的神色也变得更加尊敬，小心道：您还有余力继续吗 ？S 级雌性，放眼整个帝都只有9个，可面前这位小雌性似乎还显得非常轻松，完全没有吃力的模样。难道她竟然是 SS 级雌性？苏奈已经把屏幕上最后一个图案放到正确位置，慢半拍地看向莱特，无辜道：啊，你刚才说了什么吗？走了个神，没听见。这个游戏太弱智了。他实在玩得有点无聊，甚至犯困了。屏幕上彩带爆发，巨大的 SS 级赫然显现，莱特也愣住了。帝国出现了第2位 SS 级，他猛地站起来叫来自己的助手，激动地道：帝国又出现了一位 SS 级的雌性，必须由我亲自登记，我要亲手记载下这历史性的一笔。苏奈很无辜，眨眨眼，不用测了吗？您还能继续？苏奈纠结许久，还是问出心头疑惑：这很难吗？莱特呆了一下 SSS 级前所未有的测试，从未被开发到这里的测试，竟然被人质问很难吗？如果是别人，他一定会毫不留情的训斥嘲笑。可这位雌性刚刚还非常轻松的过了 SS 级测试。莱特老眼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奇异光芒，慎重的走到他身边，行了绅士手礼。您请继续。苏奈不明白他在亢奋什么，在他看来只是做了个无聊的拼图游戏而已。早知道刚才就不多问那一句了，早点停下，他还能去睡觉。
叫，他无可奈何地挪动光标，彩带爆发 4SS 级，莱特被震得当场傻在原地，脑袋一阵阵晕眩。明仓面色凝重地站起来，心里生出一种危机感。3S 级雌性，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苏奈太优秀了，以后恐怕会招来很多雄性的追求。他并不是怕跟其他雄性争夺，可是他这么优秀，如果看不上他该怎么办？而没有意识到身边人动静的苏奈还在继续。下一关很快，彩带迸发 ，SSSS 4样金灿灿的显示在屏幕上，许久都没有显示下一关。他狐疑地望向屋里，石化的几人没有了。莱特踉跄一步，差点栽倒在地。4S 级雌性竟然是4S 级雌性啊！我没有白活这么久，就算让我现在去死，我此生也无憾了。你好像身体不太好，要不您先回去休息。不，我要亲自给您出具证明，姓名苏奈，年纪15。莱特不加怀疑地填上，接着继续问道：您的监护人是明仓军帅吗？监护人是什么？原来帝国规定，每一位未婚雌性都应该有至少2位雄性监护人，既是保护者也是照顾者，以后的一切衣食起居、安全和出游都会由他们给安排。苏奈看向明仓，在这里他只认识他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明仓的心暗暗提了起来，他这辈子没这么紧张过。请您给我照顾您的机会，我会尽我所能保护好您。这小子够意思，也算没白帮他。至于伴侣什么的，听起来像是自由选择，他暂时没放在心上。监护人的角色其实和未婚夫的位置差不多，大多数雄性监护人和雌性都会日久生情，最后结为伴侣。4S 级雌性，即使匹配的是明仓这样的顶级雄性，也必须得感叹一下明仓的幸运，竟然能成为他的第1位监护人。将莱特送走后，偌大的房子里只剩苏奈和明仓2个人。兽人先生，你的耳朵没有了吗？哎，尾巴也不见了。明仓却面色白了2分，主动朝他臣服的低头，让一只威风凛凛的狼王甘愿驯服了自己，成为他的大狼狗。抱歉，昨天冒犯了您，您可以惩罚我，无论是打是骂还是其他的，我都不会反抗，只恳求您的原谅。雄性的兽形只有在战斗和失控这2种情况下才会显现，雌性的胆子一般都很小，对于肉食性雄性的兽形，他们会被吓到，会厌恶和恐惧。他现在这么说是在讥讽他吗？苏奈状似不经意地轻身过去，一只手按在他另一边沙发上，将他困在自己的手臂范围内，单纯的眼睛望着他，眨巴眨巴，好奇道：你在捣乱吗？明仓迟疑，眼里满是疑惑。不是捣乱。为什么要我惩罚你？他呼吸若有似无地喷洒在他胸膛上，让明仓的心跳默默加快。您看到了我的兽形，不反感吗？苏奈伸手自然地搭上他的脑袋，在他昨天长出兽耳的地方摸了摸。我很喜欢你昨天的样子，不过你的兽形是什么呢？是小狗吗？明仓哽了一下，脸红着解释：不是，我是北境灰狼。北境灰狼一个非常悍猛残暴的狼族，哪怕是独狼的作战能力也异常强悍，能硬刚任何顶级肉食猛兽，团队领导能力也是绝对优秀。现在竟然被误以为是小狗，但他丝毫不介意，反而很欣喜他说的喜欢。明仓心中忍不住再一次激动起来。我想看你完全变成兽形的样子。明仓犹豫，低沉的声音里居然透着些许卑微。可是我的兽形太大了，不像那些兔族、猫族兽形可爱，会吓到你。明仓果然受不住他的攻势，面红耳热的变成了兽形。巨大狼体覆盖了大半个5人座的沙发，目光忐忑的看他，似乎担心他的不喜欢和惧怕，小心翼翼的用鼻子蹭了蹭他的手心，尽是讨好。这么大比那只黑豹还大一圈，为了不让自己研究的目的表现得太明显，他先顺着他的毛流摸了摸，试图让他放松警惕，才慢慢开始观察他。明仓是一只狼王，难以想象这样猛兽要是战斗起来是什么样，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恐怕他都得避其锋芒。意识到这副兽形下的力量，他心头凝重起来。如果明仓这个级别的雄性兽人多的话，这个世界可能比他预料中还要危险。他要重新定义这里兽人雄性的攻击力。而沙发上的明仓在极力克制自己的紧张，心里既喜悦又羞怯。喜悦的是，他发现苏奈真的完全不害怕他，摸他的时候好温柔，温柔到他都要腻在里面。羞怯的是，他摸得太仔细了，仿佛在研究一个什么绝技的稀世珍宝一般。幸好他现在是兽形，苏奈看不到他的脸红，不然他的形象就全没了。正这么想着，后腿突然被掰开，明仓浑身一震，茫然地看向正在摸他肚子的少女。银狼几乎是瞬间缩了回去，脑子里有什么崩裂了。您别碰那里。苏奈从研究中回神，有一瞬间的懊恼，得刚才只顾着研究这个特殊的庞大兽体，却忘了他是个活物了。幸好没暴露自己的目的，他不着痕迹地揉揉他的脑袋，喜爱道：抱歉，你太可爱了，长得好威风，我就到处都想看看。银狼的紧张缓解了些，小心地探究他的表情。真的吗？您真的喜欢我的兽形？当然是真的呀，你这么软，抱着你睡觉的多幸福啊，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呢？明仓感觉自己要被他撩疯了，心脏像猫抓一样痒痒的悸动。以前的自己绝不会相信，已经34岁的他还会像刚成年的毛头小子一样害羞青涩。他真的完全抗拒不了曾经的自己，瞧不起那些为了雌性自甘卑微的雄性。可是现在，他也恨不得真的匍匐在他脚下，做一只摇着尾巴祈求他怜爱的狗。苏奈，他的心间雌性苏奈。而与此同时，帝国政府人员震动，随后帝国出现了一个4S级雌性的消息，立马传遍了八方。新老上的政府官网评论区被各路赶来的雄性网友轰炸的要爆了。SS 级雌性，开什么玩笑？我没数错吧？真的是4S级雌性？那位雌性难道是新兽神降临吗？不管他长什么样，就算是丑爆了，我也愿意追他。苏奈雌性，我记住他的名字。与此同时，森地地下交易城，一个男人垂眸看着桌上的台式新脑，上面政府官网上的主页赫然写着：苏奈15岁，4S级雌
雌性监护人1明仓，3S 级雄性监护人2吴离森盯着那条官网信息看了很久，回想到那个窝在明仓怀里，皮肤白得发光，声音弱弱的少女，他勾勾唇，一丝兴味浮现在眼里，靠在椅背上看着滚动的一条条评论，视线却落在其中一条上，充满了戏谑。跟明仓抢雌性吗？别人可能是不配，不知道我这个同样3S 级的雄性配不配呢？最近活得太无趣了，抢个监护人当着玩玩，似乎也不错。突然敲门声响起，一个下属模样的人恭敬地走进来道：“城主查到了，那位叫苏奈的4S 级雌性是明仓从垃圾星捡回来的，帝都也没有他的过去，被一同救走的黑豹少年，雄性名叫夏爱，16岁，一直谎称自己成年，平时在交易城摆摊卖一些不入流的药剂，偶尔也会去地下拳场打黑拳赚佣金。现在人在军区医院，他的生母7年前死了，夏爱辍学拼命赚钱，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即将面临成年发情期，据推断，他应该没有攒够抑制剂的钱，而且他很有可能还需要购买生命液来给他父亲维持人形。那就帮帮他，他不是打黑拳吗？咱们的地下擂台也是时候该增添新鲜血液了。到时候请那位4S 级雌性看场好戏，真是期待和你再次见面了。有明仓那条看门狗防备着，如果不使些手段，我恐怕不太好接近他呢。然而苏奈怎么也没想到，一觉醒来，房子外面就站了一排军队，是明仓调来保护他的人。原来别墅外面正有一群亢奋的兽人雄性，不断试图向房子里张望。让我们看看4S 级雌性。此时苏奈直接懵逼了，没想到他4S 级雌性的身份会这么麻烦。原本他还想再出去探索一下这个世界，但眼下太高调，如果他出门，军队肯定要跟着他，他只好作罢。在房间里刷了会心脑，他发现网上全都是4S 级雌性相关的新闻，查了一下，星际世界的雌性以精神力和古人类基因区分级别，拼图可以考验雌性精神力的集中程度，而精神力越集中，就越能体现雌性的古人类基因。他这是意外的装了个逼。突然门铃声响起，苏奈打开门，看见一个模样20岁出头的青年，可青年没料到苏奈开门的速度这么快，他擦汗的手一僵，羞涩的手足无措。您好，您一定是那位尊贵的4S 级雌性，我是帝都政府派来的代表。本来我父亲和政府其他元老都要来拜会您的，但明仓军帅说您需要休息，所以我父亲就派了我过来，希望没有打扰到您。你父亲是？青年弓着身子，谦卑紧张地道：“我父亲是3等公爵苏克曼，我叫苏克利，是 S 级雄性。我的兽形是一只无害的兔子，刚才敲门之前已经被军队严厉的检查过，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苏奈不着痕迹地瞟一眼绅士帽的上方，那里空空如也，细看他长得清清秀秀，白白净净的，如果出现2只长长的兔耳朵，好像会很可爱。他挂出一抹甜美的微笑：“先进来坐吧。”苏克利被他的笑容晃了一下，红着脸低下头走进去。随后2人各自坐到沙发上，苏克利立马像哆啦 A 梦一样从衣服里掏出一堆东西，这些是您的等级徽章、星际证件，还有政府赠送给您的私人心脑，心脑里有5000万新币的慰问金。您是4S 级雌性，每年政府都会有5000万打到您账上。苏奈摆弄了一下他掏出来的东西，发现那个徽章是个紫色的胸针。那这个徽章的作用是？这是您身份的象征，只要带着这枚勋章，帝国管辖范围内任何地方您都可以随意进，任何人与您作对就是与帝国作对。还有帝国制度是每位单身雌性至少有2位监护人，政府希望您尽快挑选第2位监护人，或者组成一位伴侣，以保证您得到雄性更好的照顾。如果1个月内您没有心仪的人选，政府会酌情为您再匹配一位优秀的雄性。苏克利又打开那枚新的心脑，翻到伴侣申请界面，红烫着脸递给苏奈。苏奈看了一眼，诧异的挑起眉，界面显示6万人申请，而且数字还在不停变多，而最上面的前3名，苏克利的名字赫然在列，显示他申请了13000多次。你想做我的监护人？是的。苏克利不敢直视他，紧张的坐立不安，只感觉心脏咚咚咚的跳，这种压力让他的兽耳几乎都要蹦出来了。在苏奈的注视中，他鼓起勇气，红着脸道：“苏奈雌性，我们帝国的公爵是世袭制的，我很快也会继承我父亲的3等公爵。虽然 S 级雄性也远远比不上明仓军帅，但我会尽可能升职的。您能给我一个机会吗？”苏奈无语住，生活上和什么上？他和一只兔子呢？突然房门被打开，身上军装还没换的明仓出现在门口。明仓冷不丁的凝视苏克利眼，直到看向苏奈时，眼底的气势才消散，化作温柔。门外守护苏奈的军卫传新消息告诉他，政府派人来了，他就撂下事情赶回来了。政府里那群老东西肯定憋不出什么好屁来。苏克利起身走到明仓面前，微微颔首行礼。明仓冷漠地看着这个毛头小子：“我记得你兽形是一只兔子，一个草食性雄性也敢妄图沾染苏奈。”明仓军帅，我的兽形是阿斯克，战斗兔是杂食性雄性，不仅吃草，也可以吃肉。阿斯克是战斗兔，星际性格最凶猛且攻击力最强悍的兔子。在战斗方面，食肉性雄性总是瞧不起食草性雄性，但在求偶方面，食草性雄性永远比食肉性雄性更受雌性欢迎。你在找死！他向来不会跟比自己弱的毛头小子计较，但不代表这个不自量力的弱鸡可以消降他的雌性。空气中充满硝烟的对峙气息弥漫，苏奈也嗅到了一丝不寻常，他惊讶地看向他们：“怎么了吗？”2个雄性同时气势一弱，明仓温柔地走过去：“没事，饿了吗？我给你买了新口味的营养液，你尝尝。”苏奈雌性，我们政府管控着更多口味的品牌，营养液很多都是外面买不到的，下次给你带一些来好吗？或许除了营养液，还能有别的吃的吗？顿顿喝着口味的饮料，再顶饱也是水啊。
我都要喝抑郁了。帝都有一位营养师，可以用食材做出新鲜的食品花样，我去让人联系他。原来这个世界有人会做饭吗？苏奈松了口气，笑颜如花地下意识拉住他。费心了，军帅大人。苏奈对明仓的亲密让苏克利实在是嫉妒，或许他需要回去从长计议。礼貌的告别之后，临走前苏克利诚恳地望了苏奈一眼。尊贵的苏奈慈信，关于我刚才的话，还希望您一定要考虑我。怎料房门被明仓砰的关上，在外面围观眺望的兽人雄性们看见苏克利出来，纷纷兴奋不已。有认识他的人立即问：怎么样，苏克利，见到那位4S 级雌性了吗？苏奈慈信非常漂亮，也非常温柔，我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她的美丽。又温柔又美丽的顶级雌性，我的兽神呐，真的有这么完美的雌性吗？别墅里，明仓静默地抿了下薄唇。他跟您说了什么？他给了我政府发的星脑和勋章，说帝都很容易检测到我的等级。还有苏奈的脸色有点怪异，他可能想成为我的监护人。身形骤然一僵，想立刻把苏克利抓回来揍一顿。食草性兽人果然无耻，对于求偶这件事，他没有太上心过。幼年时期他就对战斗和军事战略功课十分感兴趣，反而在伺候雌性这门功课上，每次不过敷衍到及格线。但此刻他的危机感前所未有的大。明仓看着沙发上的苏奈，拉住他的手，缓缓蹲下身来，用半跪的姿势低姿态地陪在他身边。你喜欢他吗？他虔诚地亲吻了苏奈的手背，以一种投笑者的模样，用自然性感的低音炮哑哑地道。或者我想问的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雄性？我也可以尽力讨好你。苏奈承认他有点惊讶，明仓在他眼里是个成熟型的正经形象，能说出这样露骨的话，对他来说应该非常不容易。他眼里一丝趣味划过，托起下巴歪头问他：你要怎么讨好我呢？明仓有些慌乱无措。其实现在正是危险期，尤其苏奈还在身边，身体里的情动很容易蠢蠢欲动。他克制着将他的手拉到自己跳动的心脏处。我是您的所有物，只要是您的要求，我都会满足。苏奈感受到手心下跳动的心脏，气氛一瞬间暧昧起来。谁能拒绝一个宽肩窄腰的男妈妈呢？诚恳地祈求他的垂怜。苏奈轻咳一声，抽回手，让明仓有些失落。这么多年，第一次主动寻求亲近，就这么失败了。苏奈感觉到他情绪的低落，站起身摸了摸他的头发。你刚才说，不管我有什么要求，你都会满足，对吗？是，您的任何要求我都会满足。那我困了，你可以变成兽形陪我睡觉吗？明仓怔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他把他抱到柔软的床上，随后身形变成一只巨大的灰狼，就在他旁边趴了下来。可在他看不到的角度，几根银灰色的毛发留在苏奈的手中。次日，苏奈被星脑的提示音吵醒，他点开邮件，竟是一个金色蛇纹的邀请函。3D 地下交易城修罗台生死场擂台赛 VIP 观众席，参赛人夏爱17岁，兽形黑豹。黑豹夏爱是谁？苏奈不认识，但看见黑豹2个字眼，他莫名想到了自己救的那个黑豹少年。这个擂台又是修罗又是生死局的，好像来者不善。而且为什么要发给他？他虽然救过那头黑豹，也不代表对拯救别人这件事就感兴趣。明仓，你知道修罗台吗？知道，是地下交易城的一个擂台场所。他们的擂台规则非常残暴，参赛者会1对多，甚至车轮战，最后活下来就算胜利。不过很少有人能从那里活下来。您不要靠近那里。这几天白天我不在，您出门也带上军队好吗？明仓有些不放心，像叮嘱小孩一样。明仓的心脑闹钟响了起来，他遗憾地起床收拾出门。他转过身，视线扫过在别墅外站岗的军队，守护好他，有任何差池，枪毙勿论。没了外人在场，苏奈的气质变得异常平静。他拿起心脑，距离今天的擂台赛开始还有1个小时。他想看看给他发这封邮件的人是谁，到底想干什么。他麻利地给自己换了之前出门那身衣服，看了眼窗外守护在房子周围的军队，几个跃身翻上屋顶，规避了军队的视线。他快速闪身翻出别墅。这场擂台似乎很是火爆，与其说是擂台，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斗兽场。修罗台的擂台规则，挑战者们可以共同对付参赛者，只要杀死参赛者就算赢，而参赛者则要杀死所有挑战者才能拿到奖金。简单的说，就是黑豹少年要以一对10几个成年男性杀了他们，并且活下来才拿得到钱，而且能成为挑战者至少都是 A 级雄性，其中甚至会有 S 级雄性。赛制实在是残忍，几乎没有给黑豹留活路。苏奈扫了眼那些挑战者们，随后对照邀请函去到2楼的 VIP 座位，但他打量了这个隔间，发现这里是有监视器的，而他背后监视器的另一头，李森幽暗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意外。他作为雌性不害怕这种血腥场面就罢了，竟然看起来还很感兴趣。而擂台上的战斗逐渐变得惨烈，黑豹在咬死第6个 A 级雄性之后，兽口和兽爪都布满了鲜血，他明显进入了疲惫状态。而场上的2名 S 级雄性一直像猫捉老鼠一样溜着他。尽管夏爱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但在这种不公平的战斗中，没有人觉得夏爱是个威胁。相反，4级雄性巴不得放水，让夏爱多杀几个。夏爱杀掉的竞争者越多，他们分到的钱就越多。A 级雄性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趁黑豹喘息之际，便立马全力围攻，场面混乱凶险。一群壮汉欺负一个小孩子，还得搞围攻这一套，他可有点路见不平了。接着夏爱再次放倒2名 B 级雄性，视线不经意一扫，忽然定在2楼的某个隔间上。黑豹一瞬不顺地望着对方，一时间情绪悲哀复杂。为什么每次他在这样狼狈的时候都被他看见？也许他根本认不出他，但他这样的状态肮脏不堪，还卑贱的为了钱舍去性命。不料黑豹瞬间发出暴怒的嘶吼，一跃将那名偷袭他的雄性摁倒，场外爆发了观众的惊呼和惋惜。与此同时，2楼隔间里是时候了，小兰，替我屏蔽场内所有监视器。我好不容易救一次小动物，不太希望它死了。收到，已屏蔽场内所有监视器。祝您
玩的愉悦。系统声音一落，苏奈手上已经多了一把消音冰狙，身形一退，隐藏在角落里。这种狙和普通枪支外形上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它的子弹是用冰做成的，打进肉体里，子弹很快就会融化消失，让人不知道对方的杀人手法。这是他扮猪吃老虎的常用武器，不能下场就替他做手脚吧。砰的几声，几发冰弹射进混乱的擂台，几乎在黑豹身爪触及到他们的同时，几名 A 级雄性就瞬间倒地。卧槽，刚刚发生了什么？谁看清了？这头黑豹刚才秒杀了4名 A 级雄性。殊不知，黑豹此时也是懵逼的，他惊疑不定地看向倒下的尸体，在扫视四周有人在帮他，可现在来不及多想，他一跃而起，瞬间撤离到角落里。这时2名 S 级雄性准备全力击杀他，所有人都预料到结果，这名战斗许久的黑豹少年即将陨落。然而2楼角落的苏奈却冷笑一声：“姐，就再帮你一把。”就在那2名 S 级雄性发动攻击的一瞬间，一枪打在老鹰的翅膀，一枪打在巨人的7寸，1秒、2秒、3秒，全场炸裂。观众席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站了起来，而苏奈只是轻吹了一口枪口上的冰烟，收了冰狙，满意的摸摸手腕的空间系统，饶有兴致地看着裁判上台检查自己的杰作，能查出来才是真的有鬼了。而另一边，黑暗的办公室里，因为突然熄掉的监视器光幕打断了自己欣赏苏奈磁性，李森非常生气，下属战战兢兢地进来跟他汇报了擂台的情况。查到怎么回事了吗？还没有。裁判检查了伤口，并没有什么异样，而且修罗场里的监视器也不知道怎么坏了。就在这时，原本因为监视器坏了而熄掉的光幕又重新亮了起来，画面上那位戴着帽子的雌性还是撑着下巴，悠哉悠哉地在看着擂台，仿佛监视器就没有坏过。李森看着娇小的苏奈，怀疑被他迅速打消。雌性天生柔弱，就算是4S 级雌性，也绝没有攻击雄性的能力。罢了，一场擂台而已，交易城又不是给不起钱，如果是平时修罗台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但现在他的注意力根本不在擂台上，他更关注的是苏奈。此时苏奈正要离开，却迎面撞到一个高瘦的雄性胸口，他大概也有1米9几的身高，微微低着头的角度看向他，让人会产生一种宠溺的错觉。终于露面了，苏奈抬手推下帽子，看向李森的目光没有丝毫攻击性，仿佛她就只是一个柔弱小姑娘，单纯的问：“是你给我发的邮件邀请函吗？”是我让下属黑进你的心脑，给你发的消息。您是尊贵的4S 级雌性，见您一面很不容易。我作为雄性，当然也很想得到您的青睐。李森脸上的笑容已经变得危险意味，自己一个人出现在我的地盘上，确实十分让我意外。邀请函发出去的时候，他甚至已经做好了迎接明仓和帝国军队的准备。要知道，作为雄性监护人，明仓是不可以违背雌性的命令的。即使这座交易城在危险，只要苏奈想来，他就必须全力护送。结果他竟然一个人乔装好偷偷来了，真是个胆大包天的小雌性。还是说他对那个叫夏爱的小家伙真的这么感兴趣吗？苏奈似乎没有察觉到危险，看了眼手腕上的星脑，他歉意地道：“感谢你的盛情邀请，但是我得回去了，不然我的监护人要着急了。”明仓回家的时间通常就是1个小时后，他得赶在他开门之前到家。李森看着这个落入蛇窝还不自知的小雌性，幽暗的眼眸像是毒蛇，锁定了他的猎物，笑容却略显玩味。明仓没有告诉你地下交易城是什么地方吗？他身上有一种莫名湿冷的味道，让苏奈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这时候才警惕地看向他。明仓说过了。神情柔弱的少女忽然抬起眼来，下一秒一击针管从她脖子上插入，李森毫无防备的受痛，接着栽倒下去。昏迷前他看见少女蹲下身来，拍了拍她的脸，脸庞娇糯依旧，神色却在嗤笑说：“你不要小瞧雌性，容易在阴沟里翻船。”这一管药剂他特意加大了好几倍的剂量，足够让一头巨型动物昏睡4、5天，就不信药不放翻他。走了2步，他突然想到什么，又回去薅了2根他的头发。此时有个伤痕累累的少年被人抬着丢进雨地里，随后1包新币也丢在地上。夏爱咳出一口血来，装好新币，手脚并用地爬起来。那位雌性他安全离开了吗？突然一把伞挡住了他头上的雨，一道好听的雌性声音传来：“还不走，是还没有打够吗？”雌性的清香随着雨风飘进夏爱的呼吸，他也像突然遇到鬼一样，震撼的往后退了2步，直接退进雨里。他却不由分说抓住他的手：“这里不宜久留，跟我走。”一瞬间，夏爱似乎忘记了身上的伤痛，呆愣的被他牵着快步走。手上传来的柔软触觉，让他只觉得浑身遭遇电击一样，发麻发昏。迎面打来的雨也不能换回他半分清醒。他牵住了他那样干净的人，可是却牵着他这样血污不堪和杀戮肮脏的手。不，他弄脏了他。他下意识的就想抽回手，但是却被那只白皙的手反过来拽住。他只好僵硬的被他拉着。等到了帝国管辖的安全范围，苏奈才放开他。就到这里吧，我先回去了。你的伤口不能再淋雨了。他后知后觉的缓过神，想跟上去，跟了2步又停下来，卑微的望着他。您一个人出来的吗？您的雄性监护人呢？不要跟着我，我不需要你送。夏爱紧紧的抿了抿唇，他的冷漠疏离让他感到局促，却也觉得理所应当。低头看向他手心的血污，夏爱忽然看向四周，请您等我一下，很快就好。说完他就丢下行李，跑去外面用雨水将手仔细细清洗了一遍，然后捧着一捧干净的雨水回来。看到他又局促的后退2步，抱歉，弄脏了您的手，这些水是干净的，我可以帮您把手洗干净吗？苏奈打量他的模样，暗道兽人的恢复能力真牛逼，都伤成那样了，现在还能跑能跳的。他沉默了一下，看他手心好不容易接的水都要落光了，这才伸出手。夏爱便紧张又自卑的半跪下来，小心翼翼的清理了他掌心的血污。即使这样，他还是感觉自己冒犯到他。他这样干净神圣，即使他这种肮脏的东西匍匐在地，用额头触摸到他的鞋面，都是一种冒犯，却还是忍不住，因为触感羞得耳朵通红。苏奈诧异于他的低姿态，结合这2天他的经历，难以想象这个少年究竟经历过什么。即使是他，也不由起了些许心疼。他蹲下身来跟他平视：“我叫苏奈，应该比你大一些，你可以叫姐姐。你面对我不用这样低姿态，
你是个很勇敢的雄性，知道吗？眼前这张不施粉黛纯净绝美的脸庞，让夏爱彻底怔住。她从来没见过哪个雌性长得像她一样好看。她是神女吗？苏奈抬手在她眼前晃了晃，推下帽子，本来是想给她足够的尊重，让她不要这么自卑。但是现在好了，她根本听不进去。她讲话算了，爱咋咋地吧。她手腕一翻，将一个药瓶子塞到她手里。这个是伤药，效果应该还不错，你记得自己涂。我先走了。她抬起手，看着那个小巧的药瓶，珍惜的放进衣服最里面的兜里。而此时在别墅内，明仓就发觉房间没有了她的身影。明明军队还守在外面，她难道会一个人跑出去？她心里的不安扩大。这时浴室里传来些许动静，她停在浴室门前，担忧地问：“奶奶，你在里面吗？”正犹豫要不要打开石门，却自己开了，蹦出来一个娇小的身影，跳进她怀里。明仓松了口气，随后便感觉到她的行为有多热情。下一秒，一股燥热直冲脑门，可面上却很正经。身上这么凉。苏奈蹭着她身上的热气。事实上，她刚到别墅就发现明仓已经到门口了，而那个时候她身上有一半都被大雨淋湿，为了不被发现，只好干脆躲进浴室，把自己浇了个透心凉。